老板娘只是抱怨一句面馆生意不好，下一秒面馆就奇迹般穿越到了古代。只见一位老伯进店大喊：“掌柜来碗阳春面！”看着眼前这位装扮奇特的客人，老板娘还以为是哪个剧组的群演，于是直接做出自己的招牌面给老伯品尝。老伯看着服饰另类的老板娘一脸迷惑。当老板娘回到柜台时，却发现凭空多出了个算盘。此刻刷到财神爷的朋友们，只要送上3朵玫瑰花，3日内你家必定财源广进，好运连连。而一旁的老伯正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，不料仅尝了一口便再也停不下来，一顿狼吞虎咽，迅速把面一扫光，不由夸赞女人的手艺堪比御厨。怎么那么好吃呢？拉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就这么点意思了，我也不管了。好吃您再来啊！这一碗面8块钱，你是那个支付宝啊，还是微信支付啊？可当他抬起头，发现老伯早已不见踪影，只留下一堆碎银子在桌上。老板娘拿起碎银子，还以为是剧组的道具，急忙追了出去，却被一道金光挡住了去路。他尝试了几次都无法跨出那道无形的屏障。望着外面古色古香的街道，老板娘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穿越了，而且被困在了面馆里。这时，一个小乞丐捡起了掉在地上的碎银子，递给老板娘，并表示自己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老板娘心生怜悯，便带着小乞丐进了面馆，给他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。小乞丐吃饱喝足后，从怀里掏出一只发钗作为饭钱，然后便转身离开了。老板娘看着手中的发钗，心中暗想，要是早知道能穿越，自己一定多带些现代的东西来让古代人开开眼。想着想着，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手腕上的镯子，一抬头竟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现代。这让财迷的女人看到了满满的商机，有了这任意穿梭的手镯，自己想不发财都难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板娘就来到了古董店，将那只发钗卖了100万，连同那块碎银子也卖了1万块。从此，他成了2个世界的搬运工。这天，当老板娘正高兴地数钱时，一把冰凉的剑突然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持剑之人竟是当朝的二皇子，他正被仇家追杀至此，见杀手步步紧逼，老板娘转动了镯子，将二皇子一同带到了现代。老板娘还贴心地给二皇子鼻子上贴了个创口贴，以防伤口感染。危险解除后，老板娘又带着二皇子穿回了古代。他怕二皇子耽误自己的发财大计，便将他推出了门外。回到军营的二皇子让军医们惊叹不已，因为那创口贴不仅携带方便，还能加速伤口愈合，而且几乎感觉不到疼痛。二皇子立刻意识到这是军队的一大福音，于是次日二皇子再次来到面馆，向老板娘购买创口贴。老板娘爽快就答应了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接着还搬出一大箱创口贴。二皇子则将自己的贴身玉佩作为交换，随后他又从老板娘那里购买了一批强光手电，并命名为睁眼虾，说有了这些神器，军队将战无不胜。在无数次的交易中，老板娘和二皇子成了好朋友，就连那个小乞丐也来到面馆当起了伙计。3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火锅，喝着啤酒，谈天说地。小乞丐告诉他们，自己的父亲曾是城中的富商，却因得罪太子而被抄家，全族上下都被关进了大牢。二皇子听后表示愿意救出小乞丐的父亲，但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他父亲出来后要为自己效力赚钱。没想到第二天，二皇子真的把人救了出来。看到二皇子实力如此强大，而自己又走不出面馆，老板娘心想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不如和二皇子合作开超市，他出力我出主意。二皇子一听欣然同意，办事效率极高的他隔天就送来了隔壁铺子的地契，示意老板娘走出去试试。老板娘心虚的知道自己根本走不出去，然而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那道无形的屏障突然消失了，他竟然奇迹般的从面馆里走了出来。我真的出来了！果然。什么？我看你总是只在自己的铺子里行动，从不出门，就想着是不是先见另有规矩，于是我把隔壁的铺子买下来送给你，这样或许你也可以活动。老板娘感激地握住了二皇子的手，那温暖的感觉让他又再次回过神来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转移话题说，要不要去我现代的家里看看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当二皇子看到老板娘那豪华的房子时，顿时震惊不已，就连他父皇的大殿也没有如此气派。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件接连发生，老板娘刚打开电视机，二皇子就警觉地拔剑，准备砍向电视里的刺客。放心，他出不来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一起帮我干个活吧。这些才是你叫我来的真正原因吧？开百货阁嘛，当然要先进货。你们折腾什么呢？